李长寿头一歪，张开的嘴里飞出了一只小小虚影，却是震惊到元神出窍，但随之被他用力地吸了回去。想办法，必须想办法。办法？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沐浴在晨光中，李长寿驾云而行，慢悠悠地飘向渡仙门的山门。今日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，确实是回返山门的好日子。在进入回山河里期后的第2日，他就迫不及待地飞了回来。外面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还是沐浴在人教光辉的庇护之下，让他的心神安宁一些。拿出自己外出的玉牌，到得山门前，李长寿与守仙门的仙人做道衣行礼。小琼奉弟子李长寿了却尘缘，今日归来。那仙人含笑收走了李长寿手中的玉牌，问道：此次外出可有收获？其实无甚收获，只是觉得心底少了一份牵挂，自此可以一心追寻仙道。善。仙人摆摆手：回山好好修行吧。是，弟子还要去百凡殿禀告一声。李长寿又做了个道衣，驾云控制在合适的高度，朝着破天峰百凡殿而去。守门的仙人含笑点头，心中觉得这倒是个不错的年轻一枚。到了百凡殿，寻到今日当值的长老，总算将自己的返乡之旅画上了句号。如此外出渡劫这一遭也算是圆满落下帷幕。圆满个鬼呀！李长寿偷偷地掐指一算，心底禁不住轻吟了一声，132座了。一夜之间又有2个村寨搞起了海神崇拜，我明明真的什么都没做呀。心底一叹，李长寿对百凡殿当值的长老问了句：弟子可以去拜一拜殿中的祖师像吗？自然。那长老笑道：祖师像挂在那儿就是让门人弟子敬拜，去就是了。咱们渡仙门是人教一脉，你们弟子要守的规矩虽多，但实际上追求的是无为无拘，只是要遵礼，不可冒犯祖师。多谢长老，弟子明白。李长寿面色颇为郑重地答了句，随后便认真地整理了一下长袍内衫，走到大殿正中的圆台外，仰头看脸上方的画像。画像中，一位面容模糊无法看清的老道坐在一头青牛之上，背后有宝光闪耀。这就是太清圣人显灵时被记下来的画像。之所以面容模糊，是因为谁都不敢去画圣人的真容，画了便会被圣人所知，说不定会降下责罚。当下李长寿先双手前拱，慢慢做了个道衣，随后向前走2步，上香供奉，后退3步，撩起道袍下摆，跪在蒲团上。渡仙门有2位执事，一位长老刚好看到这一幕，都略微点点头。像这样在平常的日子都会前来拜祖师的弟子，当真是不多见了。片刻之后，这弟子怎么还在那儿跪着？心诚则灵，应当是想让祖师庇佑，仙路长宁。又过了片刻，在大殿各处隔断间内走出了10多位长老管事，好奇地看着这边。这弟子该不会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吧？咱们可是吃了不少这弟子的灵鱼，要不要去问问帮帮忙？他不来主动求助，咱们也不可多打探什么，谁还没个烦心事儿了？半个时辰后，大家各自回了吧，莫要多看了。这弟子刚了却尘缘而归，应当是心境不稳，想借此平复心境。周遭人渐渐散了，几位长老心底暗道，稍后给李长寿拿过来月供，问修行，暗自给他点好处。这个弟子应该是遇到了难事，但祖师可是那个，如何会管这般小弟子的小事呢？总算
李长寿拜满了1个时辰，慢慢起身，心底安稳了不少。要对抗圣人，唯有抱紧其他圣人的大腿，这就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。哪怕因此被门内少许关注，权衡之下也必须来拜一拜这人教教主，让自己在教主他老人家那儿多一丢丢的存在感。门规限制，不能私挂祖师画像祭拜，能找到的祖师爷卦象就在此地了。出得百饭店，李长寿驾云朝着小琼峰而去。其实转念一想，也可能是自己多虑了。堂堂圣人，如何会真的自放身段来针对他一个小小的人族小仙人？成圣之后大劫不悔，要争的是面皮教育。但是万一呢？圣人在人前面加了个圣，那不也代表还有人性吗？当然了，圣人们并不是上古才诞生的人族，道门3教主是盘古大神元神所化，其他3位都是先天生灵，根脚不明。万一西方教的那2位大佬突然因为某种原因上了头，真就要跟他一个小虾米一般见识一下，他说：“嘿，就你小子还敢搞事儿？”想到这儿，李长寿的嘴角抽搐了几下。看来小琼峰的复合大阵中要搞一点遮蔽天机的阵法了。不过这类阵法的阵图，渡仙门掌门都不一定会有，更别说布置起来需要的宝材了。世道多艰难啊！其实也是一个概率问题，安心修行吧。心底思索中，李长寿已然飘到了小琼峰上方，低头一看，就看到了在树下打坐的灵娥。李长寿呼吸吐纳了一阵，调整好状态，这才缓缓地落向下方隔绝阵。很快，树下的灵娥欢呼一声，几步跑着冲了上来，但李长寿对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示意他乖乖站好。随后便走到师傅草屋前，对着草屋行礼，言说自己已了却尘缘归来。屋内传来几声大笑，齐元老道勉励了李长寿几句，就继续闭关，将屋子外面的几重阵法再次开启。师傅正在参悟无为经的关键时刻，仙时扫过，小琼峰各处景色映入心底，李长寿心中的那份不安也淡了许多。不管如何，修行还是要修的，日子也还是要过的。自己虽然之前也想过去南海一趟，把自己的神像都弄碎，可是一想到自己现身容易引发更多未知的事件，也就索性任其发展了。师兄！蓝灵娥眨着那双明亮的眸子，2只手在身侧抬起来，像是雏鸟扑腾一般忽闪了几下。李长寿却是板起脸，你给我进来。蓝灵娥哆嗦了一下，顿时摆出了一张苦瓜脸，低头跟在师兄身后，委屈巴巴地进了自己的草屋。班蒲团并腿跪坐，低头摆表情，流程依然是十分的娴熟。李长寿坐在圈椅中，开启草屋周遭阵法，看着面前这个已经锁了容颜身段的师妹，低声一叹：我就出去了3年，你……师兄，我知道错了。刘思哲师兄和王七师兄的对决有我的原因在，我也没想到会那样。那天只是随便出了个主意，真的只是想要打发他们离开，结果考虑欠妥，让事情闹大了。小灵娥瞬间紧闭双眼，抬手抓着自己耳垂，连忙喊道。李长寿愣了一下，我是在问你湖里灵鱼少了1/3的事。蓝灵娥愣了一下，随后身体弯弯扭扭地瘫坐在那儿。罢了，已经全招了。1年多以前的那天，刘燕儿带着他2个师弟离开之后，
第2天就出事了。刘燕儿知会了王琦，事先禀明了师傅和风主，然后用计告诉了刘思哲自己已有身孕，本是想让刘思哲至此不再纠缠，却不想这刘思哲直接去找王琦打了一架。这一架2个人都没有受太重的伤，算是势均力敌，但是因弟子私斗被门规惩处。刘思哲被罚闭门思过20年，不可踏出都灵峰半步。王琦也被罚停月供3年，而后便与刘燕儿结成道侣，在小灵峰修行。师兄，我错了。错在哪儿？我不该没考虑清楚他们几个人的反应，就直接给燕儿师姐出了这个馊主意，结果害得他们3个都受了门规惩罚。李长寿嘴角一撇，我教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真的是用了短短几年就把我教给你的全吐出来了。也罢，你性格本就是这般，是我不该对你有这么高的要求。罢了，罢了。别罢了，师兄，你尽管要求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闯祸了，你不要放弃我呀，师兄，我以后安安静静在你身边修行，遇到陌生人一句话都不说了。那你再说，自己错在哪儿了？兰陵和眼圈一红，顿时有些手足无措。你就不该管旁人事。李长寿用手指戳了戳桌子。你知道那刘燕儿命中的姻缘吗？啊？你知道她最后到底会跟刘思哲还是跟王琦吗？啊？一个暗恋100年，一个相识几年，刘燕儿为什么会犹豫啊？为什么不能对刘思哲说狠话？还不就是心底有所迟疑吗？哎呀，刘燕儿已经150、60岁了，她能想不到其他的办法？非是不能，只是不愿。你这样相当于绝了一个人的路啊，让他本来还未定的姻缘成了既定。若是顺了旁人的天命也就罢了，若你是改了旁人的天命，你一句话就承担了3个人的因果，这损了你自己多少运道。不要总是觉得自己最聪明最有主意，没有人会比旁人笨多少，只有人喜欢自作聪明。此事就是你心性不稳的最好写照。哼！兰陵娥扁着嘴颤声道：师兄，那我该怎么补救啊？做多错多。稍后你去给刘燕儿师姐赔礼道歉，求她一句原谅。李长寿靠在圈椅上揉了揉眉头。看来你还是不太明白。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若是今后刘燕儿师姐和王琦师弟闹掰了，她首先会怪谁啊？灵娥秀眉一皱，低声道：是我这个当初出主意帮他拒绝另一人的外人。所以说啊，为什么要去干涉旁人的私事呢？情之一字，自古谁能说清楚？这并非是修道问长生的必需品，你每日想最多的也是此事，长此以往只会浪费你的资质和悟性。你在燕儿师姐那儿赔礼之后，也在峰上好好反省反省。刘思哲什么时候出关，你也什么时候出关吧。李长寿起身，这次不多罚你，自己拿个石板去抄写稳字经300遍，什么时候真的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，再去找刘燕儿赔礼。言罢，李长寿黑着脸负手就要离开，灵娥却又喊了一声：师兄，还有一件事。李长寿禁不住走了回来，抬手摁住灵娥的脑袋，用力地揉了几圈，满脸的恨铁不成钢，把他精心梳起的云鬓都给揉散了。你到底惹了多少事，能不能一并说了？
你师兄我很容易被你吓出心魔的。不是闯祸，这个算是意外收获，我就闯了刚才那一个祸，真的。灵儿小声道。是关于师父当年受伤之事。因为燕儿师姐这件事，我听到了一则传闻，师兄附耳过来。嘀嘀咕咕，如此这般。李长寿俯身听了一阵，随后便是眉头轻皱，但很快就恢复如常。此事你不要多管，先去抄写文字经，赔礼之后来丹房找我。哦。灵儿应了一声，目送师兄飘去了丹房的方向。完了，师兄对我的好感倒退最少10年。随后他悠悠地叹了口气，抱着蒲团去了柳树下，拿出一面石板，取出一把法器刻刀，手背蹭了蹭眼角的眼泪，披头散发地趴在那，默写师兄10几年前所著的某篇经文。写完了一遍，他又擦了擦眼泪，将石板上的刻印抹去，继续写第2遍。柳枝一一垂落，抚着他随风飘晃的青丝，似乎在监督他做功课。稳字经，洪荒，佚名。生来往，莫管闲，先已故，难争先。欲不平，思自立，遭难事，须自省。朋若多，事无多；友若寡，免横祸。敌莫立，利必危，先下手，后成灰。莫自持，休自惧，万事稳，可得宁。修其路，退则进，得机缘，谋而定。西洪某老好人，终被算，何其惨。有妖能，谋算多，被敲昏，扔铁锅。旧浊足，甚思弱，力逆天，无奈何。前苦足，意不平，强争运，终落寞。后双雄，分天地，受挑拨，皆败落。新人起，送礼乐，得圣贤，名士多。治我辈，霉运夺，先路全，得道果。事稳健，聚因果，免夺强，自可乐。避天灾，须变化，躲人祸，不留锅。朝闻道，明先途，稳字经，办手册。